都說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，也是中華的傳統美德。然而這位老人兒女雙全，卻晚年凄涼，兒子女兒紛紛拒絕贍養他，最後是他的第一任丈夫站了出來，替他將5個子女告上了法庭。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5個子女寧願背負罵名也不願贍養母親呢？老人名叫牛慶英，75歲，她的第一任丈夫叫戚國華，78歲。都說5個子女為什麼拒絕贍養牛慶英，還得從他們那段不幸的婚姻說起。2人從小就被家裡定下娃娃親，都是同一個村的人，而且2家相隔不過1條河的距離。他們那個年代婚事不由自己做主，到了結婚的年紀隨便就結了。或許是因為結得太隨便，沒有感情基礎，自結婚以來，牛慶英和戚國華夫妻生活总過得磕磕碰碰。牛慶英總嫌棄戚國華邋遢，沒本事，沒能力，還掙不到錢，2人為此天天吵架。牛慶英跟戚國華的生活理念不合，生了3個孩子之後就经常跟戚國華分居生活。戚國華也想改变现狀，外出打工，可是牛慶英似乎不想誠心過日子，最終還是提出了離婚。但是戚國華並不同意，他認為日子還能過得下去，畢竟古話說得好，窮不擇妻，荒不擇路。因為家境貧寒，所以他沒得選。古子，那古就古啊，窮不擇妻，荒不擇路啊，得不到？這個那窮，還咋的呀？然而在離婚前發生了一件事，讓戚國華對這段婚姻徹底失望。在離婚前，牛慶英獨自外出了1年沒有回家，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，也不跟家人聯繫。村裡風言風語，到處傳一些不好聽的話，這樣戚國華丟盡了臉面。一氣之下，他就同意了離婚。離婚時他們商量好，夫妻共同財產1人1半，3個孩子，牛慶英帶走了女兒，戚國華則領着大哥和3弟。他們還商量好，2家以後互不相干，生老病死都毫無關係，也不用相互撫養。可到最後，牛慶英卻不遵守約定，拿走了2/3的財產，把家裡的錢都拿走了。之後牛慶英更是做出了一件讓戚國華和2個兒子抬不起頭的事情。離婚1年後，牛慶英轉頭就嫁了別人，嫁的竟然是兒子同班同學的父親。這下兒子恨透了母親牛慶英，在學校裡他常常被同學笑話，你媽媽跟人家爸爸過日子去了，這傷盡了兒子的自尊心。大兒子戚立陽說，他受不了同學們的嘲諷，再加上父母離婚時牛慶英帶走了家裡全部的錢，父親也沒有錢供他們上学，所以他一氣之下便輟學外出打工了。而父親戚國華則覺得牛慶英中年時幹的那些破事兒讓他顏面掃地，他們對牛慶英恨到了極點，所以此後的20年間，戚家3口人從來沒有跟牛慶英有任何往来。那麼再婚後的牛慶英過得如何呢？是否幸福？根據继女劉海蓉後來的回憶，牛慶英嫁到他們家時，她才12歲，大哥17岁，二哥16岁。他們的母親在她7歲時意外離世，牛慶英是經過自己的妹妹介紹跟她父親認識的。當時他父親是附近服裝廠的廠長，收入不錯，全家過着滋潤的生活。牛慶英剛嫁過去第1年倒也不錯，也非常勤勞，3個继子女都非常喜歡她。可是後来一切都变了，牛慶英变懶了，連飯都不烧給孩子們吃，早上上学都是孩子們自己做早飯，放学回來還要給她做飯吃，連碗她都懶得刷，光在家裡繡花。也是從那時候起，牛慶英經常跟他們父親吵架，牛慶英幾次被打回娘家養傷。這時戚國華才知道牛慶英也過得並不好。直到继子女中的大哥結婚後，牛慶英經常挑撥大嫂跟父親的關係，老是對外亂傳大嫂跟父親關係曖昧。這時全家人才商議讓父親與牛慶英離婚，但是牛慶英打死都不同意。無奈之下，他們的父親跑到廈門躲了牛慶英2年，回來後才離的婚。離婚時对方就給了牛慶英7000元，就再也沒管他了。牛慶英也回了娘家生活，那時他也還能照顧自己。直到2020年3月份，牛慶英突發腦梗，除了生活不能自理之外，啥也記不住，唯一記得就是他在第2段婚姻時受的委屈。那生日做人不都拉咯，
25，他25歲俾你拿回來，給3個跌在呀，跌到哪25你都跌不，你媽呀，我3個跌3個養了呢。戚國華看着牛慶英覺得可憐，而唯一照顧他的女兒也不幸離世，於是戚國華又把牛慶英接回家照顧。但是如果牛慶英只是吃吃喝喝，倒也沒什麼問題。問題是如今牛慶英年事已高，又重病在身，對於如今的現狀，沒有收入來源的戚國華漸漸感到力不從心，於是要求5個子女履行贍養義務。可是無論親子女還是繼子女都明確表示拒絕，所以戚國華只能委託律師將子女們都告上法庭。按理來說，就算子女們跟牛慶英有諸多恩怨，但牛慶英從小照顧他們也是事實。那麼子女拒絕贍養的理由又是什麼呢？實際上，這已經不是5個子女第一次被告了。在過去的10幾年中，5個子女3次被告上法庭。第一次法庭判了每個月34元，第2次是80元，第3次是200元，有2個继子女每月支付。而继子女中的大哥除外，因為牛慶英去他們家時，大哥已經獨立生活。然而這次原告卻把贍養費提到了每月2800元，5個子女紛紛拒絕，不願出這個贍養費。大兒子戚立陽說，他們兄弟2人本來對母親就沒有什麼感情，因為從小牛慶英就沒有給過他們什麼母愛。他們讀書那段時間，牛慶英連飯也不燒給他們吃。父母離婚時，牛慶英更是帶走了全部家產，連門口的樹都被他賣光了，導致他們中途輟學，現在找不到好工作，只能當建築工，收入微薄。自己下邊還有子女要養，沒能力支付對他們來說很高的贍養費。而且當初父母離婚時，牛慶英說以後養老什麼的都不用他們管，現在更加沒有理由管了。而繼子女那邊，劉海榮則說，牛慶英根本沒有盡到撫養義務，更何況前面幾次法院判決時要求他們兄妹2人支付的贍養費，他們都已經履行了，現在又要增加費用，他們100個不願意。另外，他們不願贍養還有其他2個原因。繼女劉海榮說，一是他沒有工作，沒有收入來源，自己的2哥雖然有2000多元的收入，但是下面也有一大家子人要養。另外一個原因是牛慶英那個囂張跋扈的態度。牛慶英腿腳還方便時，每次上他們家拿錢都會數落他們一番，說他們這輩子不如他，不得好死等等，給了錢還要看他臉色，自然讓繼子女們心裡不爽。牛慶英在子女的印象中根本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，導致5個子女都不願贍養他，而且每個子女都有自己的苦衷。那麼對於本案，法院又該如何處理呢？在承辦法官了解其中的情況之後，都對雙方進行了調解。考慮到雙方因素以及當地的經濟發展，原告的2800元自然不能全給，但子女們也不能不養，所以对於金額方面做出調整，做了一個折中處理。2020年8月31日，經過最後調解，法院決定以劉家2兄妹和戚家兄弟每人每月支付原告500元贍養費作為結案。就算兒女再怎麼不願意，但他們也同意這個判決結果。因為作為子女，他們並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，贍養父母和教育子女是個亘古不變的話題。家庭是否和睦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，每個人都有老去的那天。如果不想老無所依，那就做一個合格的母親以及一個孝順的子女。畢竟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線，它護不了親情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，對此您又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您評論留言，我們下期再見。